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即便不沟通也有代价。你是不是想要改变对方的形状？为什么不是我们一直被改变？我是不是因为特定的感受恐惧而执行了眼前我一直关心的这些行为？这样。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Hello， 大家好，我是助理主持人香鱼。这集我们要来聊聊，如果你在关系里面呢，原本都很好，但是这段时间开始觉得好像不太妙了，两个人对话的这一个氛围不太好，或者呢关系逐渐变冷，可是呢你却找不到原因，这样的情况还在1个月内，那我们就还有机会去找到线索来化解啊。而我在想，其实如果是20-30岁的我，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心里是会很内耗、很焦虑的。因为第一个是我看到我跟眼前的人总是不知道为什么讲到后来就是吵起来，然后吵完之后又没有共识，然后关系想要变近又拉不回来，我觉得那种状态真的是很烦，然后也很焦虑。可是如果是现在的我在遇到相同的事，对不对？我一定会检查这6点，因为以我自己开课到现在的经验，解决了蛮多伴侣的问题，甚至也探讨很多事，也跟一些心理咨商师对话过。然后我们发现啊，大概这6点，如果你去检查，应该都可以找到一些线索。那只要找得到线索，我们知道怎么调整，那你在乎的关系就可以提前的去把它保住了哦。好，第一点，我会从强烈的情绪来做自我的检查。什么意思呢？我会不会太过于在乎对方？太过于害怕失去对方，甚至呢恐惧自己不够好，所以希望对方要对我更好。只要有这样强烈的这种盼望在里面，对不对？我就很容易进入那种我看不到关系里面的问题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有没有过一种情况是，我太在乎对方了，我太希望我跟对方可以越来越好，所以我不自觉的想要付出更多，不自觉的也希望对方要回馈我更多，而当对方愿意回馈我更多，才会证明我是值得被爱的，这段关系我是握得紧的，对不对？对。可是当对方没有做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会焦虑。一旦我焦虑的时候，我可能会想要对方要付出更多，我要看见对方是有在乎的，我的那个焦虑感才会往下。而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沟通，我就会看不到哪些点有可能我的沟通对于对方来讲已经是负担了，压力。对，所以这里就是我说我一定会先自我检查，是我有没有出现这样强烈的情绪，因为呢这个是会让我们看不见在关系里面一直存在的问题是什么。那你说我们要看见自己的恐惧，可是它好像藏得很深耶，就是人家常讲的那种当局者迷啊。我只看得见我要他的爱，可是我要怎么往内看，去看见我自己的恐惧？这个应该是我怎么想都想不到吧。其实我觉得你提出这一个探讨是蛮关键的，是因为当我们在关系里面出现变化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要可以去做到自我的这一个省思检查这6点，如果我们心态不稳，心里是乱的，还真的很难做到。对，因为如果你没有时间先让自己可以沉淀下来那很有可能你是很难去觉察到你现在做的这一些行为有哪些是被恐惧给驱使的。不信你看我们一起来做个实验假设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你这时候心里出现的是放松的感觉，还是焦虑的感觉，还是罪恶感？还是说明知道可以放松，可是我还是不自觉紧绷？这个就代表着很有可能我们长时间让自己距离事情太近，而距离自己太远。过去我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想办法要把事情做得更好，解决问题，甚至怎么思考才会更高效。我都记得有一种情境，就是我们因为忙了好长一段时间，遇到很多事之后，坐在办公桌前，你会不自觉的连呼吸都要很用力，你才可以做出一次的吸气跟吐气。那一个讯号一旦发现很有可能你在那个当下距离自己太远了。我最近上了一堂课，里面有一句话让我觉得很有感，就是不要去专注在你的生命处境当中，而是呢要去专注在你的生命。
所谓的生命指的是活在每一个当下的感觉，我试着让自己停下来，专注在每一个活着的当下。我发现这个真的不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你只要跟自己很靠近的时间够久，你会慢慢发现你与生俱来的智慧以及你本来的洞察会在这个状态之后慢慢流淌出来，让你去看见事物的本质，看到问题背后核心需要看见的资讯。更有趣的事情，这一个所谓的当下呢，并不是距离很远，也不是那种你要很努力才可以去到的地方。过去会觉得很远，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太吵了，所以导致我们好像没有机会去到那里。但是实际上，当你可以让自己静下来，你会发现你一直都在这里面，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堂课是由当下的力量作者艾克哈特·托勒以及洞中觉察创始人金恩一起主讲。课程叫做当下的力量，穿越逆境的意识进化课。如果你也有那种距离自己有点遥远，想要心态更稳、更贴近自己的话，这堂课推荐你。我觉得我自己并不会说理解自己、认识自己一定只能用特定的方法，理性的可以，我觉得感性的部分也不错，所以当我们有办法让自己静下来的时候，就更容易去发现我是不是因为特定的感受恐惧而执行了眼前我一直关心的这些行为。这样，第二个我会检查的点就是双方有没有出现那种其中一个人重复一直在说某一件事，可是另外一个人一直觉得那件事其实没那么重要。这很常见。对，尤其是老夫老妻，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一个价值观不一样，这个几乎我们频道的老观众都知道了。可是呢，这个也是我后来真的有发现到，在很多伴侣关系当中呢，最常被忽略的点，其中一个人就会重复的一直在讲，然后另外一个人就重复的觉得这件事好像没什么，他就依然顾我，而另外一个人就因为这一点感受怎样，可能有受伤，不断的在忍受一些事情，所以到后来忍得越来越烦了，所以两个人距离就变远，越来越不好讲话。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一定会检查的事情。那第三点就是两个人开始有人一直为了什么东西才是更重要，或者应该要更在乎什么，然后开始发生争吵，或者一直在针对特定相同的议题一直在面对话。像我朋友一对夫妻啊，先生就是工作狂，女生这一方的那个家人啊，就是他的爸爸住院了，然后女生会希望他在照顾他爸爸的时候，希望先生也要就是做点什么，要表达一些什么，也要一起出面，一起让我的爸爸知道，你是有这个心的这样子。然后可是先生这方就会觉得，我就是工作努力赚钱，然后我付得起医药费，就是我负责任的态度啊。然后可是太太的这方面会觉得，我要的不是钱啊，应该是你有没有心啊。然后两个就觉得就是重视的点不一样。对，我觉得这里其实刚好他带出两个探讨点，第一个是两个人重视的点不一样，可是第二个延伸探讨的是重视那件事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对，其实没有不重视啦。对，其实是有重视，只是表达方式没有符合另外一个人认为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他们可能对于这件事情的见解不同。可是这里你会发现如果我们要开始去检查，对不对？这里都还是一直在谈到的是比较像是价值观的不同。对，所以其实在关系里面，如果慢慢会出现不对劲，对不对？价值观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36度关系，光是价值观这一个范畴谈的这一个时间比重就谈了超多小时了。因为这里真的是几乎我们在检查一段关系变好或变不好，价值观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再来我们就来到第四点，我会自我检查，就是我有没有不小心的一直在换很多不同的说法，软硬一直在切换，可是我在沟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软硬兼施。对，死咬着一个点不放。香宇，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验？我通常都会直接放弃沟通。我觉得那个概念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难免在关系当中就是一个点我卡不过，对不对？我换很多不同的方法，都是为了去沟通那一件事。对，因为我认为第一个是我有资格沟通这一点，第二个是我认为他本来应该就要为我而改变。
所以我可以不断的去沟通这些事，但是我没有留意到一点哦，会不会我之所以换了那么多说法要跟对方沟通，对方都不变，原因是因为在对方的心里面，第一个是他没有意愿要改变，第二个是他不认为他需要改这一点，所以我才会换很多方法，一直跟他沟通都没有用。可是你看哦，为什么我会检查这件事？是因为如果我不断的要去跟一个人沟通，他就是不愿意改变的事情，我们就换一个角色，换成我们被这样一直对待2年3年，你觉得你受得了吗？受不了。但是如果我是这个想要沟通的人，我会觉得我应该是要尝试很多方法，好说歹说，我不能一次就放弃。看谁的面长这样嘛，对不对？我觉得这样也没有不好啊，这样就要看对方是不是喜欢这种感觉啊。因为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在谈说那个关系已经开始慢慢变化了。那意思就是你一直想要沟通的那一个点，已经让对方对于这段关系或对于你产生距离的变化。那我们自己就要留意这样的代价能不能接受。对，就是你要沟通的这件事情，如果他已经不是换说法可以沟通了，那现在我们就要额外去小心的是，你是不是想要改变对方的形状？对，如果你是想要改变对方的形状，你自己就要留意这一个点。你要不要继续往下走？我记得你有说过一句话，就是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就是我现在可以体会到我儿子不回应我，他的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就是他用这样子不回应的方式来表达他不觉得这件事情需要改变。对，而且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对不对？我们再造句一下好了，就是即便不沟通也有代价。对不对？对，因为我今天不是说你一定要忍受这件事哦。如果你今天要沟通的点是你完全不能忍受的，而他是你刚交往的对象而已，那你知道改变不了他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你要选择的是你要不要适应这件事，或者有没有可能做出物理上的安排。棒子吗？没有，见面的次数、见面的频率，要不要住在一起？如果是生活习惯的话，对不对？就是你要不要做出物理上的安排？如果物理上的安排不行，你就做出心理上的变化嘛，对不对？那如果心理上也无法适应，这时候再来看，你已经知道它未必是一个你一直换说法可以解决的事，所以这个就是我一定会去检查的点。因为有些时候我在气不过的那个当下，我有可能一直猛攻的就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核心，对不对？好，那第5点就是我会去检查的是我跟对方的沟通会不会慢慢变成是我对他错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就一定要分出一个高下，分出一个对错。对，而且通常是我对他错嘛，因为通常我对他错的情况，只要次数变多，对不对？就会变成是说，我很有可能不会意识到我在跟他说话的当下，我的批判的意味是很重的。而且如果都是我对他错，代表谁需要改，就是他。可是如果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不对？关系慢慢变化其实很合理，因为如果在关系里面总是要别人改变，那为什么不是我们总是一直不断的改变就好了？为什么不是我们一直被改变？对，可是有的人就会说啊，有啊，我一直为了他改变啊。等一下哦，确认一下，你为了他而改变的是他想要的那一个改变，还是你为了他做出跟原本不一样的事情而已？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点，对不对？等一下，这里有点呛了，我们先收回来。我们要呛这一个，我先说，这是我自我的觉察，就是我避免自己要成为那一个想要改变别人的人。好，所以这一个呢是我觉得第5点，我一定会自我检查。最后一个，第6点是比较像第5个的延伸题，就是我有没有不断的把标准不同变成是一种对错的争执。这个概念是什么？你知道吗？比方说努力是不是也会有标准？我回到家有上课2个小时也是一种努力，对不对？可是另外一个人的努力是，你如果要够上进的话，你应该是要连休假都要出去进修。你的人际圈也要因此而有变化，对不对？你的人脉圈要有提升，对不对？甚至呢，你的工作的表现，你要有想要去争取更大的这一个专案。而这个是不是就标准的不同，对不对？所以当你没有做到的时候，我认为你这样就是错的，
因为啊，在关系当中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忽略的事情，就是把标准不同变成是一种对或错。而在争执对错的时候，就让两个人呢出现那种防卫姿态。就像那个我最近其实有一个题我很想要探讨，为什么到后来没有给情绪价值，好像变成一种错误了。最近短影音很常滑到情绪价值这个题。对，我觉得这个观点，我知道可能有些人不是那么喜欢，但是毕竟我们谈节目也不是为了讨好谁嘛。所以其实我确实最近心里开始，因为解了很多题的时候，我出现这一个疑惑。为什么没有接住情绪？为什么没有给予足够的情绪价值？在关系当中被当成是一种需要被责备的错误。对，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看待情绪优先层级本来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说，我需要的是你接住我的情绪价值，你没有接住，我会告诉你我需要这一个。可是如果我去指责你，如果没有接住，你就是烂，你就是错，你活该单身一辈子。好，那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有点过了，对不对？没有，我是引用那个网友的留言我明白。如果今天是双方对于相处怎样叫好，怎样叫做贴心，这个标准不一样，我们把它变成是对错，那其实就很容易引战，对不对？对。所以第6点呢，也是我会特别去检查的事情。所以啊，分享给大家，如果你现在是刚刚才发现关系好像有点变化，对不对？这6点会是我一定会优先去检查的，然后希望呢也可以带给你一些线索可以去发现哦。那最后我想要分享的是，那万一我检查到了怎么办呢？有3个小的步骤可以分享给你，快速可以去执行哦。第一个是停止那些会伤害关系的事情，只要你发现到了。第2个很重要的是去创造那些可以带来好的感受的事情。第3个才是想办法去促进彼此呢能够坐下来有一个好的对话，而且这个对话务必要可以先放下之前的那一些既有的框架跟执念，让2个人可以好好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因为通常在这一刻，这一次的对话，2个人才有机会真正去把心里的话真正分享出来的时候，找到适合的解法，往后呢来探讨相处的默契。OK， 那这一集我们就聊到这边哦。我是 Jaco， 我是翔宇，我们下集再见，拜拜。